湘西位于中国湖南省西部，这里生活着3亿多年前古代生物和神秘生命体的小宇宙。2年前，我们用4K 摄像机记录了这里人类文明的痕迹。寻找现代文明社会所缺失的大自然的美。古老风景中，隐藏着为人类生存的伟大智慧。清晨，人迹罕至的湘西村落，来了一位访客。是邮递员。奶奶，那灵儿给你吃的东西，里头应该是孩子怕你冬天冷了。哦，感谢啊。慢慢煮的啊。嗯。再见啊。哦，感谢。智能手机给生活带来很多便利，发送信息、语音通话是每个人生活的一部分。就连这样的山区也覆盖了信号。然而邮递员在这片山区中仍然很重要，因为物流配送中最后1公里的需要。没事。耶，你给手机。好你的。啊，没事的。看到这啊。你见过没啊？见过吧？哦。这么多时间？3样的几周吧。邮递员每天辗转数十公里的山路，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，湘西依旧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。信件也许还加上礼物，传递着孝心或者牵挂。即使到了冬天，这里的树叶依然是绿色的。这里的村民生活悠然自得，而邮递员的千里之行才刚刚开始。这里的气氛与忙碌的都市相比截然不同。凤凰古城2008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。在这个古老的村庄里，到处都弥漫着传统文化的气息。有谁会寄信到这个地方呢？很久以前，有一个人使用书信记录了凤凰古城的故事。他就是中国著名作家沈从文。他出生在凤凰，自称为乡下人。他以在凤凰度过的时间和经历为基础，从事作品创作。虽然结婚之后移居北京，但是每天晚上都会在睡梦中巡游故乡。沈从文一生创作了许多关于故乡的作品，其中
边城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占有特殊的地位，深受人们的喜爱。窗户前面就是沈从文曾经使用过的书桌，书桌上是他曾经用过的毛笔和砚台。看着这些，我们仿佛可以闻到阵阵墨香。少年时期的沈从文，比起学习，更喜欢在山上和江边玩耍。和朋友们一起逃学被发现，经常会跪在房间角落里受罚。后来的沈从文如是说，在房间里面受罚的时候，自己的想象力仿佛被插上了翅膀一样，飞向着窗外。此时的沈从文应该想着自己如同那只小猫一样，背着家里人偷偷溜出去。也许我们此刻就在沈从文的梦中，也未曾可知。这里讲的是关于沈从文所见到的湘西的风景和他所经历的故事。大地是所有生命赖以生存的温床，眼前的世界无限宽广。好奇与探寻，被大自然洗刷的心神，还有通过与人相处来观察风物，心灵会思考那些老去的人是否能享受到天伦之乐。为什么每当春天到来就要犁田耕地？湘西的天地是一本自然的教科书，是一颗文心能遇到的最好的老师。淅淅沥沥的小雨为村子笼上一层薄薄的纱，昆虫的叫声此起彼伏。这场景使得沈从文按耐不住想迈出家门的心情。在湘西，每隔5天就会开集市，而且风雨无阻。集市是最适合观察人的场所。观察者的视角喜欢乡村集市里繁盛的气氛，还有刺激味蕾的香气。在湘西的集市里，存在特有的声音和韵味，那是来自苗族女性的银饰相互撞击发出的声音，和饱含传统技艺的背篓。由竹子制成的背篓承载着超越1000年的历史。背篓是湘西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连湘西人都自称是背篓里的民族。苗族女性在结婚的时候会收到背篓作为结婚礼物，湘西人的孩子也是在背篓里长大的。孩子在背篓里能感受到母亲走路的节奏，这种节奏他将永生难忘。胡廷贤也有着同样的童年记忆。特别回忆还是就是自己小的时候，背在背篓里啊，向我们赶集。就是爷爷奶奶赶集啊，背着我们在那个背篓里面，有时候别人不注意还用手抓别人的东西吃了。他制作背篓的时间长达30年之久。深秋时节的沱江，
曾被作家用墨香点缀的风景。胡廷贤出现在那片风景中，他准备给做好的背篓试水。他做的是可以盛水的背篓。当然，这没有说起来那么简单。防水背篓的制作要从头开始了。在制作背篓的环节中，最重要的就是挑选竹子。你这样一摇，它如果是整个都动的话呢，就证明这个竹子是软的。软的的话，它就没有韧性，这个它的质地就不行。胡廷贤需要进入深山，寻找更有韧性的竹子。很难移到好的，因为它下去刮风嘛，是不是啊？就容易被斜压呀。胡廷贤深信，是大自然主宰这一切，并怀揣着如是的初衷，生存至今。最起码的一个初衷嘛，就是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这边山清水秀，竹子这个东西呢，它材料还是比较多。这个时候，胡廷贤的儿子正在从城市返回家乡的路上。几年前，儿子背井离乡到城市工作。因为我从小生活在农村嘛，总感觉外面的世界很美好，很向往。如今得知儿子自愿回家来帮忙的消息，胡廷贤更是喜出望外。把高粱怎么样啊？要不要帮手嘛？现在把这个磨。所谓人性，到底是什么呢？在胡廷贤看来，修炼人性和制作背篓的过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，都是让我们冷静，并且勇往直前，走自己的路。我主要是希望他能够坚持下去，要花一定的耐心啊。这个就是你还有天赋，这个说实话，望子成龙，是不是？父亲通过制作背篓的过程来传承他的价值观。一个防水背篓需要至少1个月的时间制作。这次，儿子的参与最大的意义，却不只是帮忙节省了时间。挂上背带，只有背篓的底部做得结实，才算做好了背篓。胡廷贤再一次来到江边。不同的是，这次儿子与他同行。背篓里装满了水，这一次成功了。胡廷贤的背篓里装的不仅仅是江水，更是规定了自己人生的大自然。父子俩也像沈从文一样，在自然中收获能引导自己人生方向的智慧。
沈从文笔下的湘西，会因为季节的交替，被染上不同的颜色。秋季是收获橘子的季节，孩子们的记忆也被染成了黄色。虽然临近秋天，然而秋老虎依旧威力不减。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生物，即使是一根草，也有着属于它自己的颜色。有时候，对于人来说也是如此。今年35岁的王坚，就一直寻找着他记忆中的某种颜色。虽然结婚之后的他离开故乡，在城市定居，但是到了橘子树开花的初夏，他便独自一人回到湘西的山里，要采割田间特定的叶子，再到山林间寻找某种根块，按一定的比例收集，其中的细节都来自口授心传。王坚在晚霞映衬的背景下向家走去，花朵在他回家的道路两旁为他送行。王坚寻找的颜色，正是爷爷的颜色。爷爷曾经是印花布的手艺人，总是盼望着爷爷早点回来，早点卖完，早些回来，因为他每次出去卖印花布的时候，回来才有谈头。早些回来就会给我带点东西回来给我吃。下山的第二天，要起早制作染料，把了兰浸泡在水中1周，使其发酵。它消炎清火，什么那我们在当地还有一种小朋友得那个蹭耳风，用那个拿定泥一磨上去，过2天它就好了。染色是一项过程复杂的工作，把各种图案印在棉麻混织布上之后，要在布上涂豆奶。花纹承载着类似幸福和健康的愿望。棉麻混织布是一种很容易上色的布料，所以需要细心操作才行。由了兰发酵而成的染料，使水桶中开始呈现出如蓝天一般的颜色。将印上图案的布放在木桶里蒸煮。在布煮好晾晒的时候，就要开始做染料了。把发酵了1周的了兰形成的靛蓝放进水中散开。染料中所需要的植物配比，是历代工匠几经失败才总结出来的。闻一闻，看一看，假如我今天染出来的布是这个颜色、这个味道啊，在我的脑海里我要记下来。自然的色彩是有生命，并且能呼吸的颜色。我假如觉得那个布的颜色要深一点，我就多染几遍。一般的是我染7到8遍了，它颜色就会深一点。
房间的四周也被染成了蓝色。现在只剩下最后一道工序了。布染好之后，要在附近的小溪中冲洗。染布的流程从山上开始，在溪流中结束。这是大自然的规律嘛。你到了冬天啊，深秋过后，板蓝根鸟啊这些植物啊，它已经枯完了、老掉了，也做不出那种蓝靛出来了。可能就是大自然应该也给我们修。被自然的色彩浸染而成的布料，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生褪色。人的一生，似乎也与此相似呢。对于王坚来说，跟随季节转换，与山林一起生息调节，这种名为染色的工作，是自己去追寻幸福的过程。被物质左右的人生是可悲的，然而王坚对自己拥有的幸福到底定格在哪一个瞬间，有着明确的了解。对于王坚来说，真正的幸福就是他的家人。在童年时期，爷爷曾为他做过的事情，他都想要从头到尾的为儿子做一遍。也喜欢这款，做衣服也喜欢这款，做被子也喜欢这款。被子也喜欢这款吗？过了今天晚上，王坚就要回到他城市里的家，同家人一起度过冬季。到了明年初夏，王坚还是会独身一人来到这个地方。外面的世界正在越来越紧地勾连着这里，山里的世界也在走出靠山吃山、靠水吃水的循环。但大自然交给这里的法则，依然喷吐着故乡的气息。勤劳、坚韧，不被物质左右，以及去体悟自然，响应它的召唤。这些承袭自昨日的语言，也许是现代文明远离自然之时需要用心去倾听的。望得见的山，看得见的水，永生难忘是乡愁。沈从文梦里的故乡之所以刻骨难忘，源自于此吧。